我是上京城活得最滋润的小姑娘，这都得益于我母亲为我打造的淡泊名利的形象。姑娘，夫人来了。福儿，别装了，那火盆里烧的不是佛经，是今日的食谱吧？母亲，女儿这叫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你这碧懒性子，日后可怎么得了？老皇帝下旨了，凡是及第未婚的官家女子，皆要入宫选秀。老皇帝比祖父还要大5岁，我都怕他身上有老人味，我绝对不进宫。不进宫就只能上山当屋子，赶紧给地下亲事。可这几日上门求亲的，不是续席就是纨绔子弟。母亲莫慌，女儿早就看好了一家。哪家？永安侯府，世子裴延礼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那裴延礼在剿匪时带回一个土匪之女，宠得没边了。听说那陈金珠已经怀有身孕，你嫁过去，不是要被妾室骑在头上？母亲，您只看到了表面。第一，裴家大郎为护驾而亡，裴家百年无一。第二，永安侯夫人当年出嫁38艘船的嫁妆，那可是巨富，裴家子孙吃喝10辈子都够了。钱权确实都有，可女人嫁人，谁不图个琴瑟和鸣？真心，真心可是这世上最不值钱的东西。母亲，您出身清河崔家，爹爹跟您青梅竹马。可大伯母家的堂姐呢？当年小公爷为救她冲进火海，满京城谁不说是绝世情种？结果呢，还不是瞒着堂姐在外头养外室，连私生子都有了。唉，你这孩子，连长辈的闲话都敢编排。母亲，您想啊，裴家大郎刚死，寡嫂林淑云握着管家权，我若嫁过去，上有寡嫂管家理事，不用我操劳；下有妾室服侍床榻，不用我应付。我只需每天穿金戴银，逍遥快活，这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差事啊？你呀，满脑子都是怎么混日子。那可不，咸鱼的最高境界就是找一个长期饭票。不过这饭票的可靠程度，还得先交交手才能确保。嬷嬷，永安侯府的世子，就拜托嬷嬷替我邀约一下了。哎，好的，姑娘。你呀，娘。沈姑娘，请坐。既然两家有意结亲，有些丑话，裴某得说在前面。世子请讲。在我心里，金珠才是我的妻。若非我母亲看不上她的出身，死活不同意，我绝不会再娶。我故意在京城大张旗鼓地展示我对金珠的宠爱，就为了吓退你们这些世家贵女。不曾想，你沈若芙居然这么不挑，还愿意嫁进来。停下！这人不老实啊！未曾阻止议亲的是他，按部就班走流程的也是他。怎么上下嘴皮一碰，全程我上赶着倒贴了？呸！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既然世子无意娶妻，那你我的婚事也不必在意。回府后，我会亲自跟母亲解释个中缘由，就说世子为真爱誓死不娶，世子不必烦忧。告辞。沈姑娘留步。沈姑娘误会了，我是想着日后你嫁进来，有名分，有尊贵的母家，母亲有我母亲的爱护。这才对嘛，求人就该有个求人的态度。婚后你如何疼爱金珠，我绝不过问，但我身为正室的体面，我该享受的便利，你必须给我。你想要什么？第一，
侯府需为我修建一座小佛堂，供我清修，任何人不得打扰。第二，我要有自己的小厨房。第三，不得限制我出门听戏逛街的自由。就这些，你当真不争宠？我嫁人是为了过好日子，不是为了跟别的女人抢男人。只要你管好你的爱妾，别来招惹我，我们大可井水不犯河水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只要钱到位，绿帽戴到碎，这桩买卖稳赚不赔。那位寡嫂林淑晕，自幼寄养在我外母家，与我情同姐妹。有林淑晕在侯府照应，我这闲余日子才叫真正的高枕无忧。击败天地！你们沈家女儿是找不到夫婿了吗？非要横在我和燕礼之间，你还要不要脸？这得纵容成什么样？一个妾室竟敢对主母挥鞭子！要是我，立马让花轿原路返回。放肆！还不把他给我拉下去！金珠，你怀着身孕怎么跑出来了？小心动了胎长。滚开！你骗我！你说过只爱我一个人的。姑娘，当心您腹中的孩子！严礼，你今日敢踏出这喜堂一步，我就死给你看！母亲息怒，世子也莫要着急。金珠姑娘至情至性，今日行为失态，也是太在意丈夫的缘故。委屈不存在的，把婆婆的愧疚值刷满，以后我要钱要权，还不是顺理成章？二拜高堂。喝了吧，算全了礼数。今日堂上的事，金珠只是性子直，你莫要与她计较。世子放心，我既然答应过你，便不会食言。世子爷，你快去看看吧！我们姑娘哭着闹着要绞发做姑子，还要打掉腹中的孩子，说成全世子和少夫人。姑爷，这可是新婚之夜啊！姑爷新婚夜就去姨娘房中，这若是传出去，您的脸面往哪儿搁？您怎么不拦着呀？拦什么？成婚前我就知道裴延礼跟陈金珠情深似海，难不成嬷嬷想让我累了一整天，还要跑去跟个孕妇争风吃醋？那我选这门婚事的意义何在？可是内宅生存，无非是东风压西风。陈姨娘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您，您步步退让，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？嬷嬷，格局打开，裴延礼去陪陈金珠的真爱，我睡我的大觉，互不干扰，简直完美。裴延礼今晚跑得越快，明日敬茶时，裴夫人对我的愧疚就越深。嬷嬷，准备好麻袋，明天咱们要去婆婆那儿进货了。金子银子，钱来，钱多多的来。儿媳给母亲敬茶，愿母亲身体安康。好孩子，昨夜委屈你了。等那逆子来了，我定要打断他的腿，给你出气。儿子给母亲请安。
你还有脸来？新婚夜抛下正妻去小妾房里，裴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母亲息怒，都怪妾身肚子里的孩子闹腾。世子也是心疼裴家的骨肉。母亲千万别动怒，气坏了身子不值当。金珠妹妹怀有身孕，世子多陪陪她，也是人之常情。儿媳自幼愚笨，不善争宠，只求在侯府有个安身立命的清静角落。我裴家绝不能让你受这样的委屈。大郎媳妇儿，去把我司库的对牌钥匙拿来。弟妹，城东3间绸缎庄和2间首饰铺子转到你名下，母亲给你的体地。城东的铺子，那不是说好留给我的平儿的吗？母亲，这太贵重了，儿媳不能收。长者赐，不可辞，拿着，这本就是你应得的。不争宠，不辞敬，只要我足够大度，这侯府的财产自然会乖乖流进我的口袋。摆烂搞钱第一步，圆满成功。沈若明，你抢我儿子的东西，我跟你没完！嬷嬷，我好累，天还早。偏房闹了一夜，陈金珠哭着喊着要打掉孩子离开侯府，姑爷带她出门散心去了。陈金珠摔了满地瓷器，姑爷红着眼许了诸多诺言，他才放下堕胎药。天一亮，姑爷直接骑马带他出门散心了，哪有新婚就撇下正妻的？小事，裴眼里越是这样，咱能搞来的钱就越多。昨日的铺子收了，今日裴夫人又会送什么好东西呢？嬷嬷记住，待会儿去寿安堂就维持住这个情绪。你家姑娘我人淡如菊的人设不能塌，待会儿能不能谋取利益最大化，就都仰赖您老人家了。待会儿可就看你的了。好辣，姜汁放多了，辣死我了。差不多了，出发进化了。我的儿，这2天当真是委屈你了。昨日这般，今日还是这样，逆子！待严厉和那狐妹子回府，我必定严惩。别，可一定要再3再4啊，不然我的小钱钱怎么到手呢？裴眼里你可得争气啊！姑娘别哭啊，老奴这就去安排人清点咱们沈家的嫁妆。前日的花轿还在后院，待嫁妆清点完，咱们就回家。这哪有新嫁娘头几日就回娘家的道理？哪家妾室大婚日给主母挥鞭子？哪家夫君新婚夜跟妾室私奔？姑娘性子恬淡，不争不嚷，别人就真当咱们沈家无人了。婆母，按理说小叔房中事，儿媳不该多嘴。儿媳一想到来日我的宝珠出嫁，若……呸！我们宝珠是咱们的心头肉。婆母说的对，瞧我净杞人忧天了。这是母亲叮嘱我分给2弟的私产，母亲看看可有问题？那孽状有情饮水饱，哪用得着什么私产？这2日阿福受委屈了，去庄子泡个温泉也好，
去铺子买些衣裳首饰也罢，全当婆婆替炎日给你赔罪了，好不好？既然是母亲的一片心意，阿福若不收，倒是显得生分了。母亲，好。这私产可比昨日的钱财要多得多得多，这么大方，那我可就不客气的笑纳了。阿福今日受委屈了，回去好生歇着吧。好。姑娘，您是不是早知会有这一遭？嬷嬷说什么？阿福怎么听不懂？世家大族新婚敬茶时，家族都会给子弟私产。您跟林大姑娘多年不见，竟还如此默契，直接把姑爷的私产截胡了。笑话！要不是为了林姐姐，我又怎会费劲巴拉的嫁进这侯府来？嬷嬷，林姐姐守寡不易，林姐姐曾寄养在外祖家之事，切不可再提。老奴明白，老奴绝不会多嘴。林大姑娘自小跟您亲近，有林大姑娘护着，夫人也该放下心了。那可不，有淑云姐姐罩着，我比在沈家还逍遥。这才是神仙日子，画本、吃食玩意儿，日日送到我院中。夫人，这腰带好像短了一截，可怜我日日骄奢淫逸，竟生生胖了5斤。正好，出门看看新到手的铺子，消消食。夫人您大驾光临，快请上座。这个，还有那个，统统给我包起来。顺带帮婆母和淑云姐姐也选一堆，花样莫要弄混了。好嘞。你说赔礼道歉，就送我一个破铺子，我不管。我的孩子绝不能做庶子，你必须娶我做平妻。好，都依你。沈家阿福最是好性子，必不会为难你我。她嫁妆多又是先进门，我天生矮她一头，凭什么？回府我就把我的私产都给你，好不好？你大婚日去闹，新婚夜又拐走人家的夫婿，到底哪里矮人家一头啊？现在连本世子都得对你伏低做小了。那还差不多。走，我们进铺子看看。哟，不是标榜淡泊名利吗？怎么拿东西却丝毫不手软？我最看不起的就是你这样的世家女，内里阴私苟且，表面却要装得道貌岸然。大婚日被陈金珠打了个措手不及，今日我要是再被陈金珠抽鞭子，就白在京城混了。我在自家铺子采购东西，用得着你在这里说三道四？人设是为了过得更舒服，若被人设挟裹，处处受制于人，那才是真傻了。金珠，裴延礼做什么？裴延礼，你做什么？我长这么大没被人扇过耳光，这沈若芙拿我铺子的东西还敢打我！你要不给我个交代，我这就回寨子去。沈氏，珠儿虽任性，但你也不能纵着性子对她动手啊。这云章坊是我赠给珠儿的产业，我劝你还是把银子付了，跟珠儿道个歉，免得他人说你沈家女儿飞扬跋扈，贪财自私。当家主母拿自己家铺子点东西还要付钱，真是闻所未闻啊！主母惩治个未入门的妾室，还需要道歉？这侯府的规矩未免太离谱了吧？
谁跟你们说我是妾室的？严厉哥哥答应我，回府就以平妻之礼迎娶我。这铺子是严厉哥哥分到的私产，裴严厉愿意给谁就给谁，与你们何干？真是一群吃饱了撑的。管事的，我刚才的话你没听见吗？以后这铺子我当家做主。我绝不允许沈若辉在铺子中欠下任何1两银子。赶紧让沈若珠付钱！这妾室也太嚣张了吧，居然敢跳正室夫人的脸上骂人。若甫，金珠向来爱面子，这笔钱我私下补给你，你今天就退一步好不好？我知道，你从不在意这些虚名的。你放心，待金珠生下孩子，我会抱到你膝下教养。就当是今天你受委屈的利息了，行不行？拿别人的孩子当利息，真是打的一手空手套白狼的好算盘。管事的，你聋了吗？我让你让沈氏付钱。我铺子里的衣裳，哪怕是送给怡红楼的姑娘，也绝不给这个觊觎我夫君的道貌岸然的假清高。世子爷，陈姨娘，这铺子早就已经在夫人名下了。什么？严厉哥哥答应娶我做平妻的，这铺子是我的。姑娘好大的威风！你这平妻是有主母点头，还是有老夫人应允？无媒无聘，也敢在这大放厥词？还有这铺子，大婚第2日就由老夫人亲自交到了咱们夫人手上。白纸黑字，地契在手，怎么如今又成私产了？亏你家夫人装的淡泊名利，婆母不过让沈若夫帮夫君理事，结果你们就把这资产当成自家的了，真是不知所谓。不好意思，进了我的口袋就是我的，不服就给我憋着。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我家那小子上头时还说给我摘星星月亮呢，我也没像他这么蠢啊。你不是说这铺子是你的吗？就是骗子，骗子！裴言和你就是个骗子，咱们完了！金珠，金珠，你听我解释。沈若甫，你现在立刻陪我去给珠儿道歉。只要你低头，我还能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否则呢？否则，我耐心告罄。你休怪我不曾提醒你，你休怪我不曾提醒你。你敢打我？裴延离，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，带着你的人滚远点儿，莫不来烦我。好，你好得很，你给我等着！今日会起，关门盘账。哎，好的，夫人。嬷嬷，这画子写的真不错，南狐妖报恩这段太刺激了。夫人，您悠着点儿，这佛堂可是清修的地方。沈若甫，佛经佛经，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躲在佛堂里抄佛经。
这渣男怎么阴魂不散的，耽误我看狐妖报恩。你这小佛堂，你就是这么礼佛的？吵死了！大半夜的踹我的门，有事儿？你所谓的抄佛经，其实是在看画本。你也知道佛经枯燥难懂，我抄经无聊时，自然也需要找点乐子打发时间。打发时间？你日日说在抄佛经，那我问你，你抄的经书在哪里？我亲手抄的经书，自然是第一时间烧给佛祖了。佛祖可是天都收到我的诚意呢。罢了，我不与你计较这些。我今晚来找你是有正事。没事的时候你也动脑子想想，我跟你本就没感情，自然不会跟你生孩子。你一无管家权，二无子嗣，年轻时也就罢了，老了以后还不得仰仗我和金珠生下的孩子？又来了，这种低级的 PUA 话词，听得我耳朵都要起茧子了。我今日回府才知道，敬茶那日我不在，母亲竟把我的私产都交到你这里保管了。多谢你这些日子的保管，如今我既然回来了，那笔私产还是交还到我手上为好。听你这意思，你想要婆母送我的那笔私产？你胡说什么？那是我们裴家男丁婚后惯有的份例，怎么是我要母亲给你的私产了？若叔，你别太贪心，我知你心里气我新婚夜没留在你房里。你把私产交出来，待金珠生下儿子，我自会好好跟他说。届时也未必就不能给你一个亲生的孩子，懂吗？用一堆本来就属于我的私产，换被他这个垃圾睡一觉，还要搞得像天大的恩赐一样，他是不是有病？这私产是婆母当着全府的面给我的，你想要回去？行啊，你让婆婆亲亲来给我出具一份要回私产的白纸黑字的文书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母亲素来体面惯了，如何能给你出这种荒唐的文书？旁人该如何议论母亲？哦，这时候知道要体面了。在你裴延礼这里，陈金珠买衣服要面子，婆母要回私产要体面。既要又要，算盘珠子都崩我脸上了。怎么，是只有我这个当家主母可以被随便欺负吗？你简直是个泼妇！我这人向来被懒，能一次解决的问题，不拖2次。我今天就跟你说清楚，大婚之日，你的好妾室挥舞着鞭子，差点毁了我的容；新婚之夜，你丢下我追随妾室私奔，让我沦为上京城的笑柄。按我母家亲和崔氏的意思，第2日就该拉着嫁妆返回沈家。是你母亲用那笔私产做弥补，求我留下的。那是金珠事出有因，她性格耿直，再加上怀孕没有安全感。那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婚前协议我说得很清楚，不招惹我，给你体面。可现在看来，你是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。嬷嬷，送客。再不走，拿扫帚轰出去。哎，好嘞，夫人。
沈若曦，你别后悔。姑爷，您慢走哎！天下怎会有如此恶毒的婆母，竟忍心让未出生的孙儿跪在这毒日头下！既然祖母死活不肯松口给我平妻之位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我这就打掉这个孩子，反正他一出生就要低人一等，做个不起眼的庶出，不如不生。母亲，儿子求您了。金珠腹中怀的可是裴家长孙啊，求您赐金珠平妻之位吧。逼死他！哼，我看是他想借着肚子里的肉来逼死我这个老婆子。哼哼。放肆！你们敢碰我，我是世子！放开金珠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救命啊，夫君！我裴家庙小，容不下2尊大佛。我大庸朝律里，男儿只能有1个正妻，平妻，痴心妄想。你若觉得嫁给眼里做妾委屈了，那简单的很，喝下这碗堕胎药。以后你跟我们裴沙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不，你不敢。若夫出身高贵，知书达理，我侯府的长孙与其出自一个山匪之女膝下，那还不如由若夫亲自生养。母亲，不要，那是您亲孙子呀！手下留情！不要杀我的孩子，我错了。谁也不能伤害我的孩子，我做妾就是了。既然认了，就别再让我看到你惹是生非。明日一早，滚来正厅敬茶。陈姨娘，还不赶紧跪下给正室大娘子敬茶？这规矩还要老奴教你吗？姐姐，请喝茶。妹妹这声姐姐，我可当不起。按规矩，你该称我一声夫人。你别欺人太甚！若夫，茶也喝了，规矩也做了，你就别为难金珠了。金珠还怀着身孕。这就叫为难了。比起你们给我下的绊子，这才哪儿到哪儿。嬷嬷，去把我的箱底翻翻，找个见面礼赏给陈姨娘。既然进了侯府的门，往后就安分守己些。这枚玉佩，就当是我这个主母的心意，妹妹可要好生带着。沈若夫，你拿这种破烂货羞辱谁？主母赏赐，哪有妾室挑拣的份儿？嫌东西不好，那就把茶端回去，这妾也别做了。多谢主母赏赐。姨娘放心，只要每日服用此符水，贫道保您定能一举得男，母凭子贵，把那正室踩在脚下。只要能生下儿子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沈若芳，你等着，等我诞下裴家长子，我看你还能嚣张到何时。男主写的太蠢，还是上一本带劲。夫人若是看腻了，老奴明日再去书坊淘换几本新的。听说最近还出了些春宫图，知我者嬷嬷也。这日子真是太快活了。夫人，近来可有听到什么风声？嬷嬷直说就是，是又发生什么有意思的趣事儿了？
听闻有人参了裴延礼，说他宠妾灭妻，甚至和山匪、官匪勾结。娘担心我在侯府受欺负，这不，寻人重新查了裴延礼和陈金珠相遇相爱的事儿。裴延礼这人可不像他演出的那么简单，他纯畜生哟！姨娘，姨娘，你慢点，你还怀着身孕呢。沈若凡，你还有脸在这里拜佛？佛门清净地，陈姨娘，你是魔怔了不成？放肆！谁给你的胆子在主母面前动武？本来就是你横插出我和延礼哥哥之间，都是你的错。当初要不是我心软，捡回受伤的延礼哥哥，又对他一见钟情，我爹怎会对他毫无防备？我山寨188个兄弟，被裴延礼斩杀殆尽。我爹受不了我的背叛，自刎在我面前。而你凭什么说延礼哥哥跟我爹匪勾结？这女人真是被男人洗脑洗彻底了，被人灭了满门，还在这里替仇人竖琴。裴延礼忠君爱国道，哪怕让我伤心，也不会徇私舞弊。我跟裴延礼在山寨拜过堂的，要不是你们京城狗屁的规矩，我才是正妻。我为裴延礼失去那么多，付出那么多。裴延礼现在被言官参奏，你身为正妻不帮裴延礼，还在这里看话本。陈姨娘，你是不是脑子有水？裴延礼被参奏宠妾灭妻、官匪勾结，难道不是因为你太招摇？你胡说！你这个毒妇！我的肚子！血！姨娘流血了，要生了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把陈金玉抬回产房，府医稳婆全给我叫来！是夫嬷嬷，我心慌。夫人不慌，老奴陪着您。姑娘，无欲则刚，咱们无欲无求，只想偏安一隅，没事的。陈金珠深陷爱情漩涡，自以为真爱无敌，可裴延礼那狗男人根本就是利用陈金珠打入山匪内部立战功。裴延礼默认陈金珠生下孩子就交给我抚养，甚至求娶我，也是看穿了我胸无大志，好拿我当靶子的野心。大少奶奶，接受嬷嬷说，我们姨娘这胎极其凶险。嬷嬷问您，保大还是保小？保大，先保下你家主子。老夫人忙着为世子爷备餐一事疏通关系，说生产之事全由您做主。大少夫人也传话，让你放心大胆，按心意行事，她永远支持你。沈若风，保孩子！若我孩子有个闪失，我化作厉鬼也放过你！姨娘，您气血两虚，万不能再哭喊，留着力气生孩子呀！我知道你是个好的，日后我的孩子。你大婚日打我脸，新婚夜抢走我夫婿，你觉得你把孩子丢给我，我会对他好？裴延礼再爱你和孩子，男人总有看不到的时候。你说，你的孩子落到我这个有救权的主母手中，会发生什么？你若不想等你死后，我睡你的男人打你的孩子，让你儿子叫我娘，你就给我坚强点，自己把孩子生下来，否则我保证他活不过3岁。我绝不让你称心如意，我绝不把孩子交给你，来尊我绝马上要交给你！快关神堂！
贵公子天庭饱满，一看就是有出息的。这怎么包？脖子这么软，不会折了吧？姨娘，这不止！夫人，产妇产后因体虚血崩，任谁都查不出原因，这可是天赐良机。你别废话，我问你，可能治？用千年老山参吊气，再配上我的祖传秘方，也未必救不回。那还不赶紧去！哪怕把侯府的库房翻底朝天，也得把人给我拉回来。夫人，难得老夫人不上心，姑爷也不在家。您不愿意跟姑爷亲近，接生嬷嬷又是咱们的人，若陈金菊挺不过去，咱们神不知鬼不觉，白得一个嫡子，养在膝下，不好吗？嬷嬷，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。陈金珠蠢，被男人骗，那是他自己的事。但若我为了巩固地位，对一条人命见死不救，我跟裴彦洛那个畜生有什么区别？我可不想做一个毫无人性的恶心牲口。我都听到了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把孩子抱到他身边去。都跟你说了，你家夫人我好吃懒做，胸无大志，给别人养孩子什么的，每天还得听她半夜哭嚎，岂不是严重耽误我睡觉摆烂？谢谢你。若甫，听说金珠早产，府里一团乱，多亏有你坐镇。世子爷不必惊慌，陈姨娘和孩子都安然无恙，母子平安。若甫，你真是侯府的贤妻，若没有你大度包容，金珠母子焉能保全？为夫待他们母子谢过你。演，继续演，不去唱戏真是屈才了。世子爷言重了，分内之事罢了，您还是快去后院看看您的心尖宠吧。是。夫人，有件事老奴必须禀报。陈姨娘并非自然生产，倒像是服用了很久的催产药。催产药？正是，这味药对孩子无损，却极损母体。按理说，胎儿康健，陈姨娘完全不必服用这味药。您多上点心，免得陈姨娘日后拿这件事儿作为构陷您谋害子嗣的罪证。接生嬷嬷提醒我防备陈金珠，可我这几日暗中派人查了陈金珠的药渣，那催产药根本不是陈金珠自己找的，那药是出自裴延礼之手。再结合沈入陈金珠生产之日的凶险，以及地道是我手里的所谓畜母留子的机会，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裴延礼无非就是想借我的手，除去陈金珠这个被裴延礼利用殆尽、吃干抹净的蠢女人。甚至，如果陈金珠真的死在我手里，裴延礼还可以顺理成章地用这场命案握住我以及我身后沈家的把柄。好一出连环毒计，这人所图到底为何？竟然不惜利用内宅阴私，也要把我沈家牵进这泥潭里。走，回房，永宁侯府的事情得让娘知道。夫人，大夫人来了。弟妹，你在吗？大嫂，我在。弟妹，听闻你这几日为了金珠生产之事受了惊吓，我来看看你。大嫂，你来的正好，这侯府的水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，还要黑。
裴延礼给陈金珠下催产药，想借我的手去母留子，再用这条人命套牢沈家。他竟然毒辣到如此地步，连亲生骨肉的生母都能当做垫脚石。大嫂，你怎么了？弟妹，如果裴延礼的心肠真能狠毒至此，那我夫君当年的死，大郎大哥当年不是为了救家战死的吗？不，是意外，全是意外。好好走路，突然有花盆从2楼摔下，在山中狩猎，竟也有人不小心射到他面门。1次是意外，2次是意外，就连那次护驾，那年我刚怀上宝珠，我敢保证，凭借大郎对我们母女的爱，若非万不得已，裴郎绝不会为挣什么护驾之功去拼却性命，他一定是被逼到了绝境，或者是被人暗算了。而大郎大哥一死，这永安侯府世子的位子就顺理成章地落到了庶出的裴延礼头上。查，无论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查清楚。大嫂放心，敢算计到我头上，还想拿我当枪使，这安稳日子既然他不想过，那就大家都别活了。我倒要看看，是他裴延庭的骨头硬，还是我沈若飞的手段毒。大嫂，还得麻烦你把刚刚知晓真相的悲痛再重新演一遍。再演一遍？裴延礼这恶心玩意儿干的恶心事儿，痛苦遭罪的可不止我们2个。裴夫人痛失嫡子，你说要是她知道了当年真相，你是说？是。这场戏我们得在裴夫人面前重新再演一遍。那年花灯会，负责边防的明明是太子，而当时陪在圣上身边的除了大郎，还有三皇子。大哥为裴家挣来100年荣宠后身死，太子因办事不力被贬去剿毁，但三皇子却因救驾有功，就此入了圣上的眼。大郎死后，二弟自请跟太子一同去剿匪，后来太子死在了山寨，二弟却得胜归来。大哥的死，太子的死，如果都是他裴延礼一手谋划，那他图什么？他已经是世子了，他图的是把这侯府彻底变成他一个人的。我儿素来机敏，武艺高强，怎会轻易以命相拼？竟是他这个庶儿，竟是他！婆母，二弟他为何要这么做？大郎可是他的亲大哥。亲大哥，是我错了。裴延礼他根本就不是我10月怀胎生下的骨肉。当年侯府走水，大火冲天，裴延乐的生母不过是个贱婢，但他为了救我，身陷火海，而后早产生下裴延乐，撒手人寰。我感念他娘的忠勇，将他记在名下，拿他当亲生儿子一样疼爱。大郎更是将他视为手足，处处提携。他定是知道了当年的事，所以把生母的死算在了您的头上。他陷害大哥，是为了报复，也是为了扫清继承侯府的障碍。他贪功冒进，依附三皇子，更是为了把权势死死抓在自己手上，让任何人都无法再左右他。他害死我儿，我要他偿命！婆母，我要告他，我要为大郎洗刷冤屈。大嫂，裴延礼虽然先前被参官匪勾结，但他背后有三皇子撑腰，大理寺不会轻易受理。那我就去敲邓文姑，
就算拼了我这条命，我也要拉他下地狱！好，大嫂有此决心，我就奉陪到底。接下来的日子，裴延礼定会和三皇子密谋大事，长不归家。我会调动沈家和崔家的所有暗桩，细细调查这些事的铁证，整理成册。侯府的内宅我来镇守，若弗、舒云放手去做。喝了吧，这几日外面风大，你就在这屋里安心养着，哪儿也不许去。夫人，大恩不言谢。我之前那般挑衅你，你却保下了我和孩子。我保你，不是因为我心善，而是因为你的孩子无辜。更何况，留着你的命，以后有大用处。我知道他对我下催产药的事了，也知道阿爹当初的死是他的算计。从今往后，我陈金珠的命是你给的，只要能报仇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好好活着，好好看戏。民妇林淑云状告永安侯世子裴延礼弑兄篡爵，构陷储君，求圣上明察秋黄，为皇父沉冤昭雪。世子爷，不好了！大少奶奶她敲响了登文鼓。说什么？大少奶奶敲了登文鼓，状告您弑兄构陷储君。圣上震怒，大理寺卿已经接旨彻查了。登文鼓，林淑云那个贱妇疯了不成？必须赶在朝廷的人来之前灌他哑药，只要死无对证，谁能奈我何？回府，立刻回府！沈若夫，你给我滚开！哟，世子爷不去上朝，怎么有空急吼吼的往后院跑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后面有黑白无常在索你的命呢。林淑云那个疯妇胆敢敲登文鼓，妄图牵连整个侯府，你还在这里替他打掩护？今日若是侯府被抄，你也得跟着掉脑袋！世子爷这话可就说反了。大嫂状告的是弑兄的畜生，又没告我。大理寺查案查的是见不得光的阴沟老鼠，我清清白白，怕什么？来人，把这个不识好歹的毒妇给我拖开！谁敢拦我，格杀勿论！我看谁敢动！裴延礼，你一个庶出贱婢生的玩意儿，真拿自己当侯府主子了？今日只要我坐在这儿，你连东院的一块砖都别想碰！滚开，否则我先杀了你！畜生，你还敢动刀！母亲来的正好，林淑云那个疯妇跑去敲登文鼓了。儿子想阻拦这场灭门之灾，可沈氏却处处护着他，这分明是要拉着侯府陪葬。到底是谁要让侯府陪葬？传我的话，即刻起剥夺裴延礼的世子管家权与家主特权，他手下的心腹全数缴械拿下，敢反抗者就地打死。是。母亲，你疯了吗？大嫂疯了，你也跟着发癫？我是裴家唯一的男丁，你难道真要眼睁睁看着裴家绝嗣？绝嗣！我裴家真正的血脉早就在3年前被你害死了。当年你生母为救我死于火海，我念你可怜，将你充作嫡子抚养。我儿大郎视你为亲兄弟，你却勾结外贼，暗害嫡兄。今日你大嫂去告御状，正是我应允的。我要你血债血偿。我是庶出又如何？我现在是朝廷亲封的世子，是当朝新贵，关起门来夺我的权就能定我的罪，简直异想天天。巡防营接到世子报案，
侯府内宅有妖妇企图谋杀朝廷命官，来人，将这群作乱女眷通通按内乱之罪拿下，带回大牢审问。谁敢反抗，就地格杀。想安安静静摆个烂，怎么就这么难呢？抓我！你睁大狗眼看清楚，这可是你们惹得起的。卑职有眼无珠，不知是崔家嫡亲的姑奶奶当面冲撞了贵人，罪该万死。你跪他做什么？跪他！他不过是个妇道之家，我是当朝世子，我命令你立刻把他们拿下。世子爷，这趟浑水兄弟实在担不起，您自求多福吧。撤，快撤！好一个御赐金令。沈若甫，你以为有崔家护着，大理寺就能顺利办案？做梦！来人，传我的死命令，把侯府所有的门都统统封死，砸烂水缸，搬空后厨，一根柴火一滴水都不许留。饿上3天3夜，我看林淑媛撤不撤寿。等你们饿得剩一口气，全都要跪在地上求我。姑娘，这可怎么是好啊？外头那群黑心肝的畜生，连墙根的野菜都拔秃了。老夫人身子弱，再耗下，咱们真要被活活困死了。慌什么？饿不着你们。戏台既然搭好了，也该让人送饭了。姑娘，狡兔还3窟呢，想安稳摆烂，没条跑路的退路怎么行？这是我早就从云庄铺挖通的暗道。东家，您要的极品银丝炭、新鲜羊腿、瓜果蔬菜全在这儿了。干得不错，你立刻原路返回，把这封信亲自交给我父亲。侯府被软禁的实情，裴岩里的兵力部署都在里面，戏要演足，让沈家做好准备。婆母、大嫂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走呀，吃饭。若甫，你竟有这等通天之能！婆母、大嫂，快吃吧，吃饱了才有力气看戏。摆烂的最高境界，就是天塌下来也得先把自己喂饱。开吃。世子，里头好像不对劲儿啊！孜然烤肉香，汤锅，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沈若甫，断尾求生，断尾求生。夫人，朝堂上出大事了！大理寺卿在金轮殿上猝然发难，说大少夫人敲灯闻鼓是失心疯妄言，要强行结案定性。哦，三皇子这是狗急跳墙了。
可是咱家老爷不吃这套，老爷联合了崔家的言官，直接在金銮殿上指着大理寺群的鼻子破口大骂，说他草菅人命。皇上迫于压力，已经下旨命大理寺卿率兵强冲侯府，彻查搜证。这戏台子算是彻底搭到金銮殿上去了。开门，奉旨查案。夫人，是官差，他们破门了。把卷门大开，吩咐丫鬟们该干嘛干嘛，任由他们搜。我们主打一个坦坦荡荡。裴眼里这只被捕兽夹夹废了一条腿的疯狗，此刻绝不可能坐以待毙。而他弑兄篡位的罪证里，最致命的一环，就是大郎战死的那副铠甲。去找大嫂，就说我们找不到的谜，老鼠马上就要去找了，让他好生抓了这阴沟里的臭鼠。去死吧！死无对证，我看你们拿什么查！住手！贱妇，把东西给我！都不准动！大人们看清楚，我夫君根本不是被敌军意外斩杀，你们仔细看看这铠甲护心镜的断裂处。大人们请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若真是战场上被重器劈砍，这玄铁断口必定毛糙卷边。可我夫君这护心镜的成立接口处，分明是被人用极为锋利的那副金丝线一寸一寸提前切断的。换仵作来，传仵作。去看看是怎么个事儿。是。大人，这断层平滑如镜，缝隙深处竟残留着金丝。这金丝柔韧无比，只供高阶将领内甲缝制所用。敌军的刀枪绝不可能造成这种由内向外崩裂的暗伤。这是有人提前做了手脚啊！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疯了！你真是疯了啊，大嫂！大哥战死多年，你思念成疾失心疯，日日疑神疑鬼就算了，如今竟不惜亲手破坏大哥的遗物，就为了构陷我这个侯府唯一的男丁吗？大人明鉴呀！这铠甲一直供奉在宗祠，大嫂常年在此祭拜，她想做手脚何其容易？这分明是疯妇的栽赃陷害。世子所言不无道理，单凭一处断口，无法断定是世子所为。华嫂状告小叔有违伦常。跟我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来人呐，将这失心疯的妇人拿下，免得他再损坏侯府遗物。你们也是一丘之貉！想凭一块破铁就扳倒我，做梦！且慢！大理寺卿这断案的本事，可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世子既然一口咬定是大嫂疯了，自己弄坏了铠甲来陷害你，那我们不妨问问，当年替大哥缝制这件铠甲的贴身绣娘，究竟是怎么被世子您逼着割断了护心镜的金线呢？大人，民妇张氏正是当年负责缝制大爷内甲的绣娘。出征前夜，世子逼我用特制金刚刀片挑断了护心镜底层的金丝走线，事成后他给我灌哑药，烙毁我的脸，把我发放到黑莓堂。若非沈家安慰将我救出，民妇早就化作了一捧冤魂。
此妇人来历不明，一面之词不可轻信。来人，将这嫌犯押回大理寺死牢，待本官细细严审。去大理寺可以，但这人是我沈家找回来的，必须由我沈家暗卫亲自贴身押送。有刺客保护证人！大理寺不管的案子，我皇城司接了。放箭！是。包围永安侯府，一寸寸掘地3尺，连只苍蝇都不许飞出去。是。搜查。这是最后一批逆谋罪证，一旦被搜出，不只是凌迟，连三皇子都要彻底倒台，必须转移出去。可是如今侯府水泄不通，金珠还在坐月子，皇城司再铁面无私，也不会去搜一个血崩产妇和襁褓里的婴儿。这村姑爱我爱得死去活来，只要我再挤几滴眼泪哄一哄。金珠，我的金珠，是我混蛋，是我没护好你们母子。金珠，外头皇城司的人马上就要杀进来了，定是沈若寒的毒妇，要置我于死地。我死不足惜，可平儿才刚出生，我怎么忍心看她背上逆党的骂名？这是我裴家最后翻盘的信物，也是保全平儿未来的唯一指望。待会儿你装作血崩复发，求他们放你出府寻医。只要把这匣子交给城东的王管事，咱们一家3口就还有活路。你为了我们的孩子，再帮我最后一次好不好？他连你的命都能拿来做局，去母留子，你还真以为他有多爱你？金珠，你怎么了？时间不多了。我都听世子的，为了平儿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果然，这村姑就是个没脑子的贱骨头，2滴眼泪就能拿捏死。好，金珠，我先去院外引开那些黑甲卫，等我发暗号，你就抱着平儿装病冲出去。去母留子，你还真以为他有多爱你？图腾，这是我爹拼了命结下的藏兵图，哪有什么剿匪立功，全是为了替三皇子找这张谋逆的图。骗子，你这个彻头彻尾的畜生！蠢货，给你活路你偏要寻死。既然知道了秘密，那你就去死吧！为造成血崩惊惧而亡，正好。怪只怪你的命太贱，偏要乱看不该看的东西。去死！
死吧！世子爷，这大白天的发什么疯呢？你找谁去死啊？怎么是你，陈金珠呢？世子爷找你的枕边人，他刚得知你剿匪灭门，哭晕了。我已让人将产妇母子转移至安全之地。贱人，交出来，否则我活剐了你！藏兵图已送回沈家，如今在我父亲手里。奸妇，都是你害的！给我当人质！敢动我家夫人！你这狼心狗肺的畜生，害我夫人清静，耽误我夫人摆烂！我打死你个忘恩负义的王八犊子！别打了！嬷嬷，别客气，留口气就行。皇上有旨，宣永安侯世子即刻进宫觐见。裴延礼，皇城司密者直指你永安侯府太子旧案有异，你作何解释？皇上明鉴，微臣冤枉啊！那些所谓的罪证，全是山匪余孽捏造的。微臣当年为了朝廷剿灭山寨，不想那山匪之女陈金珠竟混入侯府，勾结微臣那丧夫疯癫的大嫂，想要将微臣置于死地。他们甚至串通一气，毁坏王兄铠甲，编造谋逆的弥天大谎，就是要乱我国朝堂啊！皇上，那张藏兵图若是落入沈家之手，这把火很快就会烧到我身上。如今必须保下他，让他去处理这烂摊子。父皇，裴世子当年剿匪有功，如今旧案突发，牵扯内宅妇人与山匪余孽，若仅凭几页无头无尾的供状，便定了功臣的死罪，恐让天下将士寒心。儿臣以为，不如让大理寺与裴世子当面对质，查明真相。好一个山匪作乱，好一个烽火诬陷！朕就信你最后一次，裴炎炎，朕限你3天，3天之内若不能拿出铁证自证清白，朕便按律处夺你的世子之位，将你打入死牢，千刀万剐！滚！微臣谢主隆恩。没有证据能证明我清白，但只要杀光所有知道内情的人，一切就死无对证。沈若甫、林淑云、陈金珠，只要这群贱女人统统闭嘴，只要拿到图的人被灭口，我就能活。今晚就让这侯府突发一场走水吧，给我把后院的女人全烧死，一个不留！属下遵命。属下遵命。沈若甫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。我这人最讨厌睡觉被打扰，既然你们主子急着送你们下地狱，那我也就不装了。放火不成，那就直接杀，一个不留！退！全都退进小佛堂！滚开！
想走？做梦！你找死！走，进小佛堂。弟妹，今夜若门破，我先死。大嫂，咱们谁都不会死。是最高球员信号，快快抓人质！要是等皇城4人来了，就来不及。沈若甫，你这个毒妇！恕死，休走！给我绑了！哥，放肆！谁给你们胆子抓我？我是永安侯世子，是当朝权贵。就算我放火，那也是侯府内宅私事。我裴家满门忠烈，祖上有御赐丹书铁券，没有圣旨，我看谁敢动我一根汗毛，谁敢定我的死罪！母亲，我是裴家唯一的男丁了，你不能眼睁睁看着外人毁了裴家基业啊！林叔叔命让我传的。裴家基业早就毁在你这畜生手里了。从今日起，裴延礼被逐出裴氏宗族，他不再是世子，更不再是我裴家子孙，他现在只是个杀人犯。啊！我是世子，我是永安侯府唯一的继承人。来人，带走。是。裴延礼已入死牢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他翻不了案的。不，还差最致命的一环。谋害嫡兄、豢养死士，只能定他个人的死罪。要彻底定死他勾结三皇子谋害太子，意图谋逆，大理寺现在手里的东西远远不够。要让三皇子跟着陪葬，必须有人能证明当年毒害太子是三皇子授意。大嫂，当年太子南下剿匪暴毙，东宫随行的人里可有遗漏的活口？有，陈军医，他是当年随行太子的专职军医。事发后，东宫随从悉数被三皇子灭口，唯独这陈军医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陈军医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只要找到他，就能证明太子的死因不是意外，而是毒杀。经沈家暗卫排查发现，京郊南城的贫民窟里，最近几个月一直有人暗中高价求购珍稀药材，一个连骚饭都吃不起的地方，这绝不正常。他在那儿。主子，出事了！三皇子府上有壁洞，属下拦截到密信，他们也查到了贫民窟。黑羽卫的专业刺客已经出发了。三皇子要杀人灭口，大理寺目标太大，一旦请求调兵，三皇子定会提前动手。这活儿只能我们自己干。乃嬷嬷，给我拿套最不起眼的粗布麻衣来。夫人，那地方鱼龙混杂，现在还有要命的刺客，您怎么能亲自去冒这种险？
那陈君一躲了多年，犹如惊弓之鸟，绝不信任。除了我带着这枚太子的信物亲自去，谁也撬不开他的嘴。走。太安静了，这里怎么会连一声野狗的吠叫都没有？快走！退！快退！保护夫人！这里顶不住多久，快走！这股浓烈的腐臭味里有一丝微弱的药苦味。去那边，那边铺子门槛上的青苔有新踩踏的痕迹。嬷嬷，守住洞口。陈君一，真的是你！陈军师，我是来带你走的。陈君一，你听我说，裴延礼已经入狱，三皇子的刺客就在上面，你再留在这里必死无疑。别想过去！想死？你这条命是太子殿下拼死保下来的，你有什么资格自己寻死？想一辈子当阴沟里的老鼠，还是跟本夫人出去，亲眼看着仇人下地狱？殿下！想报仇就给我活下去！走！走，快撤！撤退！皇城司办案，阻者杀无赦。陈君义，来人，将人带走，送去大理寺问审。是。
沈夫人大半夜折腾出这么大阵仗，就带个连话都说不出的哑巴来作证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按我朝律法，证人需口齿清晰，一个哑巴随便比划，谁知是不是有人故意教唆诬陷？他为何变哑？正是因为当年目睹太子遇害真相被灌烈毒毁了嗓子，他身上有太子的遗物为证。一块玉珏算什么证据？大理寺卿大人，这废人无法构成有效人证，请即刻轰出去！放肆！公堂之上竟敢自杀！来人，还不快把这疯子拖出去！你不是哑巴？草民陈清，乃太子随行军医。当年太子殿下根本不是战死，是中了裴延礼按下的苗当慢毒阎罗香。可有凭证？此毒无色无味，查出毒源后，裴延礼连夜谋杀刑官，殿下拼死护我逃离，才保下毒药残渣。这便是残留的毒粉，大人尽可传太医院验毒。裴世子，多吃点吧，这可是你最后一顿饱饭了。那个哑巴军医刚刚可在堂上把你下毒害死的事交代的清清楚楚呢。不可能，他早被毒哑了！你在诈我！完了，大理寺被皇城寺接管，三皇子绝对会杀我灭口的。殿下说了，世子是个聪明人。这哑巴一开口，大理寺的卷宗便已封死。皇城司把天牢围得铁桶一般，逼人进来，只为给您留个体面。我不喝，我为殿下做了那么多事，连太子的命我都替他收了，他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弃了我？正是因为世子功劳大，殿下才特赐这杯鸩酒，免您受千刀万剐之刑。只要您自行了断，扛下一切谋逆的罪责，您那刚出生的小庶子，殿下会派人妥善教养。世子，大局为重，请上路吧。大局就是拿我的命去填，我连嫡亲哥哥都能杀，那孽种算什么东西？裴家的香火与我何干？那我和求殿下，一定要善待我的孩儿。世子放心，殿下金口玉言。让我为了大局去死，做梦！我裴延礼就算下地狱，也要拉着你们垫背！来人！我要见沈若薇，去把那个只会混吃等死的毒妇给我叫来，告诉他，我知道他想要什么。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。沈若曦，这天下没人能拒绝我手里的底牌。奶嬷嬷，这儿的味儿也太冲了，速战速决。我还赶着回去吃刚出炉的栗子糕。沈若明，你别装了！你沈家权倾朝野，难道不想更进一步？三皇子贪墨军饷、私自招兵买马的绝密账册就藏在我手里。只要你答应保我不死，帮我改头换面送我出京，我就告诉你账册下落。这足以换一块免死金牌，是从龙之功。这么大的诱惑，你敢说你不心动？说完了，裴延礼，你是不是被这牢里的老鼠咬坏了脑子？你什么意思？什么破天奇功？我沈家若是想要，用得着跟一个弑兄害主、连孕妻都能下毒的人渣做交易？那叫脏了我沈家的手。我今日来看你，就是想看你像条疯狗一样挣扎的恶心模样。不可能！这世上怎么会有人不谈权势？你明明那么精明，你一定是想压价诈我！
我精明是为了过好日子，可不是揽着杀头的破事儿。我早说过只想安稳过日子，你非要把我拉进党争泥潭，耽误我看画本吃零食。从你耽误我白懒的那一刻起，你在我眼里就只是个该死透的垃圾。你不能这么对我，我死了，你们永远别想知道赵子在哪。那你就带着他下地狱去吧。你不写，三皇子今晚就会派第二波死士来杀你。这天牢的门防得住活人，却防不住想灭口的阎王。写不写，随你。沈若甫，你赢了。我绝不会一个人死在这发臭的牢房里。拿去，我要他给我陪葬。京郊普吉寺后院枯井之下，果然在这儿。沈小姐放心，皇城司今夜必将这逆贼的底库8个工匠，全军都有，出发。是。给我搜！好一个乱臣贼子！立刻封存物证，连夜呈递御前。是。殿下，普吉寺被端了，皇城司起获了全部账册和那件龙袍。皇上已传下密旨，调集禁军，准备围府。裴延礼这个蠢货，竟敢背叛我！既然父皇不给一点活路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立刻集结京中所有暗线私兵，兵分2路，请殿下示下。一路随本王直扑皇城，控制大内；另一路去永安侯府，把那个屡次坏本王大局的沈若飞碎尸万段，一个活口都不留。急什么？三皇子那狗急跳墙的性子，我早算准了，他要拿咱们泄愤。戏台子早搭好了，就等这群小丑上台了。全员待在边角，不要出声。杀！三殿下有令，永安侯府鸡犬不留。取沈若凡首级者，赏金10000两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敢耽误我过清静日子，那就给你们加点温度。找到你们了！永安侯府岂容尔等乱臣贼子放肆！他就是裴大郎的遗孀，只有一个人，杀了他，给头领报仇！我处心积虑的算计，只想着安稳摆烂，可林姐姐却在外面为我们拼命。夫人。
呀？外面全是死尸，那就让他一个人在外面替我们去死吗？以后这摆烂的日子，我沈若风还睡得着吗？放门栓，跟我杀出去！贺妮，你出来干什么？回去！要死一起死，咱们沈家人没一个孬种。大嫂，看来今天摆不了烂了。敢动我沈家女儿，统统杀无赦！大嫂，没事了，我们活下来了。好福儿，大嫂没让你失望。多谢沈家救我赔福满门。侯府的危机一解，但皇城那边，殿下，左翼溃败，禁军的重甲步兵压上来了，我们中了埋伏，不准退，给我杀进去！谁退后半步，立斩无赦！撑住，我们的外援大军马上就到。不，我的外援大军，我的皇位！圣旨在上，三皇子谋逆罪无可恕，但皇恩浩荡，全军放下武器者，可免死罪。三殿下倒了，接下来就该轮到你了。圣人口谕，即刻开启三司会斩，彻查永安侯府一案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带走。走吧，世子爷。外面可有的是人排着队要你的命呢。传证人上堂。民妇林书瑶状告永安侯世子裴延礼残害嫡兄，他暗中买通内府绣娘，用金丝线切断我夫君护心镜的成立点，致使他在灯会评判时被敌军轻易刺穿心脉。大人，这是被裴延礼发卖的绣娘花样的证词，这是起获的三皇子贪墨军饷的绝密账册，还有这份血书，是前朝军医拼死写下，详细指认裴延礼借晋察之机，用苗疆慢毒暗害太子的全过程。裴延礼，铁证如山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冤枉啊！我是被逼的，这都不是罪臣的本意。是三皇子，是他拿刀架在罪臣脖子上逼我办事，我若不从，便要杀我灭口。世子爷这番推卸责任的演技，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你闭嘴！你说你是被逼无奈的受害者，世子既然说自己是受害者，那不如听听真正的受害者怎么说。锦珠，你来干什么？你疯了不成？还不快退下！民女陈金珠状告永安侯世子裴延礼欺上瞒下，狼子野心，为一己私欲构陷无辜，屠我山寨188口。大人，他是个失心疯的毒妇，他因难产伤了脑子，他的话根本能作数。夫君，裴延礼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戴着你那深情款款的虚伪面具吗？当初他假装书生，我以为我遇见了良人，可他图的根本不是我，而是为了帮三皇子拿到山寨结下的那份前朝藏兵图名册。为了他入府复奏，他屠了我满门，连我肚子里的亲生骨肉都被他下了催产药，企图去母留子。你住口！你这个贱人，泼妇！我给你吃，给你穿，让你享受荣华富贵。
你竟敢联合他们害我！裴延礼，我这辈子最瞎的眼就是救了你。裴延礼，你连畜生都不如！圣上口谕：永安侯世子裴延礼欺君罔上，毒害东宫在先，弑杀嫡兄，屠戮无辜在后，更勾结三皇子，意图谋逆造反。即刻褫夺裴延礼永安侯世子之位，剥夺一切官职，死牢，用后问斩，以儆效尤。不，我筹谋了10几年，离那个位子只差1步，怎么会身首异处？沈若甫，我要杀了你！为什么只要我成事，你就是从龙之臣的诰命夫人？享不尽荣华富贵，你我本可共享天下，你为什么要毁了我？诰命夫人，裴延礼，你错就错在惹了一个只想安安静静当咸鱼的人，耽误我摆烂，这就是下场。大郎家的这些年，是我这个做婆母的对不住你。若不是我瞎了眼，引狼入室，大郎也不会惨死。母亲，都过去了，罪魁祸首已伏法，夫君在天之灵也该安息了。这侯府的俗务我再也不过问了，余生我只愿在佛堂为裴家赎罪，这担子就交给你们了。弟妹，如今你才是正儿八经的当家主母，这管家理事的重任理应由你来挑大梁。大嫂，你干嘛？使不得，使不得！这管家的苦差事我可绝对不干。姑娘可算是熬出头了。那杀千刀的裴延礼被打进死牢，这侯府里再也没人敢给您弃寿了，您总算能过上安稳日子了。可不是嘛，渣男死绝，公婆不管事儿，大嫂能干又明理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这侯府里最清闲的米虫，每天睡到自然醒，想吃吃，想喝喝，这才是人该过的日子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永安侯府裴大郎精忠报国，念其孤女宝珠纯良，特复夺裴延礼之世子位，封宝珠为永乐郡主。钦此。皇啊，大郎，你的冤屈洗血了，咱们的女儿也有依照了。皇上算有点良心，这下彻底安稳了。平儿乖，看这里。夫人，尝尝这葡萄，可甜了。真甜。若甫，府里进项又翻了，你要来看看吗？不看，大嫂管家我最放心，我的任务是混吃等死。若不是夫人当初点醒，哪有我们母子今日安稳？只要这内宅没男人作销，关起门过日子比什么都强。枯木又一春，余生好风景。我沈若甫，终于过上混吃等死的咸鱼日子啦！